這期是問答的第3期。有朋友說呢，自己在家裡面做這種发面的蔥油餅，外皮老是发硬，也不香軟。今天就分享一下技巧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記得點讚收藏。簡單說一下今天的材料：中筋粉準備半斤，然後直接加上乾酵母2克。放這個酵母呢，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太多。然后這個水量呢，咱們控制在160到170克。這樣呢，夏天天熱，它也不會發酵的過於快，更容易控制這個狀態。還有一個點要時常提醒大家，咱們和這個面呢，必須要保證和匀。面團和得越均匀，你後期遇到的問題越少，揉面越不粘手，而且操作起來更順暢。咱們這個面成團之後呢，還需要放在案板上稍微給它收一收，主要的目的呢是收到表面滑一點，這樣才能杜絕經過發酵之後变得很稀軟。這個面團揉好之後呢，接下來包起來發酵的時候還要注意，咱們表面刷上一層油。刷這點油呢，最主要的是防止水分流失，經過長時間發酵，表面也不會乾硬。這是發酵好之後，大家案板上稍微補上一點粉，然後直接打開。大家可以發現這個面一點也不粘，咱們手去按它也不會粘手。這樣對於咱們新手來說，操作起来就很舒服很輕鬆。這個面呢，咱們也不需要揉，直接像這樣給它搓一搓就可以。因為這個面你越搓，它面筋越緊，它锁水的能力反而是越差的。你一烙，它接觸鍋底，它這個水分流失過快，就會很乾。剂子下好之後，直接像這樣按平就好，不用管它光不光，什麼面都無所謂。下一步直接開始擀。大家擀面的時候呢，表面會有些黏，很正常。所以咱們操作中呢，往往会補一些粉，最主要的目的呢是保證咱們擀面的時候更順暢。大家可以看，差不多這個時候呢沒有乾粉了，稍微補一點，然後再擀，這時候呢就更順暢，而且很容易擀開擀大。擀好之後，就像這樣稍微的給它拉伸一下，直接抹上油或者是倒上吸油酥都可以。然后這個油抹的时候呢，每個點都要抹到位。這可以讓它的分層變得更薄，自然表面更脆一點。然後呢，上面稍微補上一點乾粉防滑。下面就是調味，這一步呢其實很簡單，你自己喜歡輕一點或者是重一點，稍微調整一下就可以。最主要的是撒的盡量均匀一點。撒完料之後呢，直接撒上蔥花。這個蔥花的量多少當然自己定，這個呢不是說完全死的，大家活學活用，這個才比較重要。你喜歡多放就可以，你喜歡少放也是可以的。然後呢，咱們把这個面像這樣給它按一按，然後呢折進去，而不是把它搓起來。搓起來呢，反而咱們做出來的狀態更容易散架。咱們像這樣折疊，它才能保持更好的完整度，而且這個效果也比較好，至少可以確保咱們新手做出來之後，整個餅是完整的。然後呢，咱們弄好之後，直接從一頭像這樣給它捲起來就可以了。捲起來的同時呢，要注意緊一點，然後最後這一邊呢，直接給它壓到下面去，然後呢，稍微給它收一收，這個狀態，直接按平，這樣一個餅皮完了。下一步擀餅這一步呢非常重要，咱們擀餅的時候要注意好厚度，盡量不要讓它太薄。另外呢，案板上稍微抹一點油，用來擀餅，這樣呢有2個目的，第一個呢是能夠鎖住面皮表面的水分。再一個呢，咱們擀餅的時候呢更順滑不粘。同時呢，大家要注意好，咱們擀餅的時候呢，盡量多挪動一下，擀得越匀越好。注意好厚度，這2點注意到，其實呢後面就比較容易。大家可以看，差不多呢就像畫面中這種大小就可以，一定不能太薄了。做好之後呢，咱們直接像這樣給它蓋好。蓋好呢，咱們稍微醒個10分鐘左右就可以。下一步，平鍋裡面放油，一定要多放一點。其實呢，咱們這個算少的，外面小吃街上那個基本上是油泡在裡面的。咱們這個油稍微多一點呢，能夠讓它更快的熟，而且呢，制作時間比較短，就能保證它外皮不硬，而且裡面更鬆軟。另外呢，咱們這個餅的表面還是要給它刷上一點油。最後蓋上蓋，開中火，大概1分鐘左右再打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個時候呢，裡面非常熱。然後呢，咱們沾上一點油之後呢，快速給它翻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另外一面呢，基本上已經着色比較深了，說明這個火力偏硬。
大家一定要注意勤翻动，勤看一下。当然这一面也是要给它刷上油，防止水分流失过多，然后再蓋上蓋。这次呢也是1分鐘左右，到点直接打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個時候呢油煙是比較重的，然後翻面之後呢顏色已經上好了。其實這個時候呢餅已經完全熟透，如果說你再長時間去烙它，這時候呢表皮開着蓋，水分流失更快，就會越來越硬，吃起來的口感呢就特別皮實，咬不動撕不下來那種口感。所以這個餅上色之後呢一定不要長時間去烙，稍微烙一下之後呢直接拿出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個的效果呢就像這樣，又軟又香。好了，視頻就到這裡，感謝觀看，下期再見。